你以為核戰爭很可怕，實際上比核戰爭更恐怖的武器早已打響。今天巴基斯坦的和談都是因它而起，它不是核彈，不是氫彈，而是一条水道——霍爾木茲海峽。有專家算過一筆賬，一旦伊朗徹底封鎖這兒，威力相當於至少1000顆廣島原子彈同時引爆。原子彈炸的是城市，可這條海峽一旦封鎖，炸的是全球能源、糧運、工業、民生，是直接把现代文明摁在地上摩擦。不信你看隔壁小日子，现在已经能源枯竭，工厂停轉，加油站限油，民生用電告急。這還只是海峽動盪的開胃小菜。美軍一開始想的是摧毀伊朗核設施，顛覆政權，扶持傀儡。結果呢，打到最後才發現，伊朗根本就不用核彈，只靠這33公里寬的海峽就捏住了全世界的命門。本期視頻我就告訴你们，為什麼霍爾木茲海峽才是人類真正的終極核按鈕。大家好，我是不愛放大招大招。今天咱們聊的不是中東的炮火，不是白宮的嘴炮，而是一個被有人低估卻掌控着全球經濟生死的終極戰場——霍爾木茲海峽。先給大家拋一個石破天驚的實錘：本輪中東戰爭真正的戰場從來不是伊朗本土，而是這條最窄僅33公里的水道。很多人不知道，美軍最初揮師中東，算盤打得明明白白，核心目標就是摧毀伊朗的核設施，顛覆伊朗現政權，扶持一個聽自己話的傀儡政權，徹底掌控中東能源命脈。可他們從一開始就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，低估了霍爾木茲海峽的威力。開戰前，全球都清楚一個事實：伊朗雖然沒有真正的核彈，但他手裡都握着一個比核彈更致命的殺器——霍爾木茲海峽。這條海峽不僅掌握着全球1/5能源通道，更牢牢卡住了海灣國家的糧道，其戰略價值遠超任何核武器。有人做過測算，一旦伊朗徹底封鎖霍爾木茲海峽，其造成的全球經濟衝擊、能源癱瘓效應，堪比1000枚廣島原子彈的威力。這話絕非誇張，看看隔壁小日子就知道。如今的日本已經陷入了嚴重的能源枯竭危機，加油站限供，工廠停工，民生用電告急。這就是海峽動盪最直接的代價。你敢信嗎？全球每5桶石油就有1桶要從這兒經過，相當於每5分鐘就有1艘油輪在生死線上競速。現在這裡水雷密布，襲船不斷，美軍直接下場掃雷，揚言清理海峽，而伊朗反手就把海峽開了又關，玩起了控制權拉鋸戰。美軍本想速戰速決，摧毀核設施，扶持傀儡，卻沒想到自己一頭撞進了霍爾木茲海峽的陷阱裡，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。表面看是美伊停火談判，實則是桌上談和平，桌下掀桌子的底線測試。這邊萬絲直言，美伊未達成協議；這邊呢，特朗普一邊談一邊發推，開始清理霍爾木茲海峽，還嘲諷中國、日本沒勇氣自己護航道。這哪是談判，分明是用軍艦跟水雷下的一盤大棋。美軍想靠軍事施壓逼伊朗放棄海峽控制權，可他們忘了，伊朗只要輕輕一封鎖，就能讓全球陷入能源危機。這比任何核彈都更能拿捏美國的命脈。話說回來，再問大家一次，你覺得本輪中東戰爭美軍的目標是推翻伊朗政權嗎？是摧毀伊朗的核設施嗎？從初衷來說是的，沒錯。美軍一開始就奔着這倆目標來的。他們忌憚伊朗的核研發潛力，更想通過顛覆政權、扶持傀儡，徹底掌控中東的能源格局。要知道，之前委內瑞拉已經被他們拿下，目的就是讓石油美元霸權固若金湯。可讓他們萬萬沒想到的，伊朗不是委內瑞拉呀，伊朗根本不跟他們拼什麼核設施、拼本土防禦，而是直接亮出了自己的王牌——霍爾木茲海峽。很多人被西方媒體帶節奏，覺得美以攻擊伊朗，伊美談判僵持，核心是核問題、資產解凍，但這都是表象，真正的核心是霍爾木茲海峽，因為這條海峽是波斯灣通往印度洋的唯一咽喉，是全球1/5能源的必經之路，更是海灣國家糧道的生命線，其致命性遠比伊朗的核設施更可怕。美軍費盡心機想摧毀核設施，卻發現即便摧毀了核設施，只要伊朗還掌控着霍爾木茲海峽，就依然能拿捏全球經濟，依然能與美國抗衡。咱們用數據說話，感受一下這條海峽的分量。
它胜似核彈的威力從來都不是空談。波斯灣集中了全球60%以上的以太民石油儲量，沙特、伊朗、伊拉克、科威特、阿联酋、卡塔爾6大產油國的油氣出口90%以上必須經過霍爾木茲海峽外運。更關鍵的是，它不僅是能源通道，更是海灣國家的糧道。全球1/3的糧食運輸，近1半的化肥運輸都要借到這裡。沒有這條水道，海灣國家的糧食供應會瞬間中斷，全球糧食危機將全面爆發。數據顯示，這裡日均運量2000萬桶，佔全球石油消費的20%，海運石油貿易的1/4以上，還承擔着全球20%液化天然氣運輸。而這僅僅是能源層面，加上糧道的價值，這條海峽的戰略地位已經遠超任何核武器。更關鍵的是，這條海峽一夫當關、萬夫莫開的地理優勢，讓它成為天然的戰略要塞。東西長約150公里，南北寬56至125公里，最窄處僅33公里，深水航道不足10公里。只要在狹窄處布設水雷、部署導彈，就能實現一封就死的威懾效果。而替代通道極度匱乏，海灣地區陸上管道總運力不足海峽日均運量的1/3，且覆蓋範圍有限。擴容周期漫長，繞行非洲好望角會使航程增加數千公里，運輸成本翻倍，效率腰斬。這就是為什麼我說本輪中東戰爭的主戰場不是伊朗，而是霍爾木茲海峽。美軍空襲伊朗本土，試圖摧毀核設施，只是聲東擊西的假象，目的是牽制伊朗兵力，迫使伊朗放鬆對霍爾木茲海峽的控制。伊朗反擊不是跟美軍拼航母、拼導彈，也不糾結於核設施的防禦，而是集中力量封鎖海峽，布設水雷。因為他清楚只要守住霍爾木茲，就守住了談判的主動權，守住了國家的命脈，甚至守住了全球經濟的開關。這比守住任何核設施、任何城市都重要。歷史早有印證，而本輪衝突的影響更是直接印證了它的勝似核彈的威力。1987年兩伊戰爭，伊朗布雷襲船把霍爾木茲海峽變成了油輪戰場。油價從30美元飆到了45美元以上，油輪運費翻倍。2018年，美國退伊核協議，伊朗扣英國油輪，油價應聲上漲。而2026年2月28號，美以聯合空襲伊朗以後，伊朗直接宣布封鎖霍爾木茲海峽，實施事實性管制，全球油價一度暴漲17%，歐洲天然氣價格飆升60%，化肥、糧食供應鏈全線告急。最直觀的就是隔壁小日子。作為一個資源極度匱乏的國家，日本73%至90%以上的原油進口，60%以上的糧食進口都要途經這個霍爾木茲海峽。海峽被封鎖以後，日本很快就陷入能源枯竭的困境，各大加油站紛紛限供，部分地區甚至出現無油可加的局面。多家工廠因為能源不足被迫停工停產，失業率飆升，民生用電也開始限供，居民日常生活都受到嚴重影響。這就是伊朗封鎖海峽的威力，不動用一顆核彈就能讓一個發達國家陷入癱瘓，這遠比1000枚廣島原子彈更具破壞力。廣島原子彈摧毀的僅僅是一座城市，而霍爾木茲海峽的封鎖摧毀的是全球經濟的秩序，是無數國家的民生根基。再說回談判是假，底線測試才是真。美伊的雙簧戲。現在全網都在說美伊在巴基斯坦談判進入最後窗口期，可你仔細看細節，4月12號第3輪談判在巴基斯坦伊斯蘭堡結束，雙方代表就霍爾木茲海峽的控制權相持不下，談判再次陷入僵局。伊朗明確拒絕美方提出的共同管控方案，堅持保留對海峽的完全控制，甚至提出了有權向過往船只收取通行費。而美方呢，則堅持霍爾木茲海峽是國際水域。特朗普甚至放話，無論有無伊朗合作，海峽都將很快開放，甚至還提出由美方來徵收通行費的設想。談判桌上，雙方談的是核問題、資產解凍，可桌底下呢，美軍2艘導彈驅逐艦已經於4月11號穿越霍爾木茲海峽，執行所謂的掃雷任務。伊朗方面則強力否認美軍軍艦接近的說法，強調任何船只的過境權完全掌握在伊朗武裝力量手中。一邊是和平談判的話術，一邊是軍事對峙的行動，這哪是談判？明明就是明修棧道、暗度陳倉的兵法套路。美國的算盤用談判穩住國際輿論，用掃雷軍事介入秀肌肉，測試伊朗的戰爭底線，同時試探全球各國的站隊。你要麼跟我一起護航道，要麼就等着油價漲，
供應斷裂，糧道堵。更陰險的是，特朗普在社交媒體上發文稱，美國清理海峽是在幫助中國、日本跟法國等沒有勇氣跟意願自己完成這項工作的國家，看似還挺仗義的，實則想把這些能源、糧食依賴國綁上自己戰車，孤立伊朗。他們心裡清楚，只要掌握了霍爾木茲海峽，即便沒有能徹底摧毀伊朗核設施，扶持傀儡，也能掌握全球能源跟糧道，保住石油美元霸權。再看伊朗的算計，用封鎖海峽當唯一籌碼，用開了又關拿捏美國，測試美國的軍事承受力。你敢全面開戰，我就敢讓全球石油斷供，糧道中斷，讓美國通脹爆表，盟友離心。同時伊朗採取選擇性封鎖，允許中俄等中立國船只通行，精準打擊美以及盟友，既實現了戰略反擊，又避免與全世界為敵，同時保住自身經濟命脈。伊朗90%的石油出口依賴海峽，這正是《孫子兵法》知己知彼，百戰不殆的精髓。伊朗很清楚，自己的核設施或許能被摧毀，政權或許面臨威脅，但只要守住霍爾木茲海峽，就有跟美國談判的資本，就有生存的底氣。這顆非核彈的核按鈕就是伊朗最硬的底牌。所以說到這兒，大家應該知道了，核心的分歧只有一個：霍爾木茲海峽的控制權。美國要自由通航，美軍主導，本質想通過掌控海峽實現最初的目標，間接掌控中東能源、糧道，鞏固霸權。伊朗要伊朗協調，主動掌控，本質是想守住自己的王牌，守住國家的命脈，抵禦美國的霸權壓迫。這不是談判能解決的，這是地緣霸權與國家主權的根本衝突，是誰當全球油阀、糧道主人的生死对決，更是本轮中東戰爭主戰場的核心矛盾。所有的談判空襲、襲船都是圍繞這個核心展開的。而美軍最初摧毀核設施、扶持傀儡的目標，早已被海峽的博弈所覆蓋。你以為故事講完了？不，真正的答案才剛剛浮出水面。核彈能毀一城，但像霍爾木茲這樣的咽喉，卻能讓整個世界慢慢窒息。這就應了《孫子兵法》那句“不戰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”。真正的頂級博弈，從來不是炸得多響，而是卡得多準。今天的世界看似風平浪靜，實則暗流湧動。油價是溫度計，糧價是脈搏，而這條海峽就是那只隨時可能按下去的總開關。所以問題來了，當按鈕真的被按下的那一刻，你我還能不能獨善其身？有人說戰爭離普通人很遠，但現實是，你加不起油的那一刻，你買不起糧的那一刻，你的生活被悄悄改寫的那一秒，戰爭其實已經來到你的身邊。這盤棋還在下，棋手在博弈，棋子在流動。而我們既是觀眾，也是局中人。看懂這一點，你就看懂了這個時代。我是白饭大壮大壮，下期再見。